30年期美債收益率衝上新高，金價卻比1月高位低接近20%。債息創新高之後，美國財政部還把長債回購規模加倍。這3件事放在一起，告訴你的不是美國要爆，而是全世界借長錢的價格正在被重新定價。你好，我是 Chip Papa 張志雲，我不報名牌，我教你自己算得出、看得懂。因為我是真心想你靠自己的判斷賺到錢，少走冤枉路。今天我只猜3個問題：財政部回購到底是不是印鈔？為什麼30年期債息不是美聯儲想壓就壓得住？還有高息之下，美元為什麼反而走弱？黃金又為什麼不一定幫你賺錢？我不報名牌，我想教你的是一個判斷框架。當長錢變貴，你手上的股票、債券、房貸哪一樣風險被市場低估了？我們先把數字講清楚，因為第一個數字看錯，後面整個判斷都會走偏。8月19日，美國財政部公布，把長天期名義國債的流動性支持回購，每一場操作的上限由20億美元提高到至少40億美元，範圍是10到20年以及20到30年這2個板塊。9月9日生效，做到11月4日這一季再融資為止。注意2件事：第一，40億是單場上限，不是總額，之後還會一場一場做下去。第二，這是財政部說的 liquidity support， 也就是流動性支持。財政部同時講明，這個工具目前不是用來處理突發市場危機的。那它到底在修什麼？想象一個很大的二手車市場，最新款的車天天有人買賣，出價緊，成交快，但幾年前發行的舊款車況其實不差，只是每天沒幾個人碰。你想賣的時候，報價差得離譜，市場一緊張，這些舊車就會出現想賣但找不到買家的狀況。美國國債市場就是這樣，新發行的那一批叫 on the run， 交易最活躍，被換下來的舊券叫 off the run， 越放越沒人碰。財政部的回購就是在這個市場裡開一個固定的回收站，定期告訴大家，你手上那些不好賣的舊券，我願意在合理價格買回一部分。目的很单純，讓長端市场多一条出貨渠道，把買賣價差壓下來，不要因為某一批舊券卡住，整段長端就交易失靈。那它跟美聯儲印鈔，也就是 QE 差在哪？差在是誰用什麼錢，為了什麼？美聯儲做 QE 是貨幣政策，它用自己的資產負債表買資產，這個動作會直接改變銀行體系的準備金和整體金融條件。財政部回購是債務管理，他用手上的現金把自己欠的舊債買回來，同時再發新債，重點在調整債務的期限結構和市場流動性。一個是水龍頭，一個是水管工，都會影響到水，但不是同一件事。所以那句最常見的回购40億等於貨幣供應多40億是錯的。M2 怎麼變，取決於銀行、放貸、存款、金融中介這一整串環節，不是財政部這一場操作決定的。這是政府在修水管，不是在開水龍頭。但下一個問題才是重點，水管修好了，水位有沒有降？我查了3個海外市場，答案讓我把整個判斷改掉了。網上現在最流行的說法是長債息飆，是因為市場不再相信美國財政，聽起來很合理。但如果這個說法成立，會有一個必然的推論，只有美國的長債會被拋售，因為出問題的是美國的信用。英國30年期 Gilt 收益率大約 5.82% 到 5.84%， 比美國還高50個基點。日本30年期 JGB 大約在 4.0% 至 4.1% 區間，貼近歷史高位。你看到了嗎？如果這是美國的信用問題，日本的30年期不會跟着一起破頂，英國也不會比美國更貴。所以真正在發生的是全球長期資金的價格在重設，這裡有3個共同分母。第一，通脹回不到那個舒服的位置。美國最新一輪整體 CPI 約 3.3% 至 3.36%， 核心 CPI 約 2.47%。同時，布蘭特原油站上90美元，美伊那份60天停火協議到期沒有續，油價一站上去，所有人對未來10年通脹的估算都要往上調。第二，每個政府都在長端搶錢，美國國債總額截至8月18日已經突破40萬億美元，而且不止政府為了建人工智能基礎設施，企業發債的規模也在急速增加。
同一批願意借長錢的資金被搶。第三，傳統的長債買家在退場，日本的壽險、外國央行、退休基金，這些過去閉着眼吃長債的人需求再降。把這3件事加起來，你得到的不是美國要違約，而是一句更冷靜也更難受的話：全世界借長錢都變貴了，而且可能不是一時的。這對你的意義完全不同。美國要爆的劇本，你會想去買避險資產，長錢變貴的現實。你要調整的是你手上所有依賴便宜資金的東西，高估值成長股、高負債公司、你的房貸，還有你打算長期持有的長債本身。這裡要引入一個概念，很好用來理解這條影片，叫期限溢價。翻成人話，把錢借給政府30年的麻煩費，你借3個月，你只需要拆未來3個月。你把錢鎖進30年期國債，你要一次過承擔未來30年的通脹、利率、政策轉向、發債規模，還有到時候你想賣的時候賣不賣得掉，這些不確定性你要收費，這筆費用就是期限溢價。所以30年期收益率是3樣東西加起來的，市場對未來短期利率的預期，加上对通脹的補償，再加上這筆麻煩費，美聯儲只能直接影響第一項，後面2項它管不了。這就解釋了一個很多人想不通的現象，為什麼美聯儲的動作有時候完全救不了長端？因為短端跟政策走，長端跟財政和通脹走，而現在的情況比這個更麻煩一層。市場現在爭論的根本不是降息，是會不會加息。9月加息的幾率在不斷下跌，看清楚，這整條區間都在討論加息，連降息都不在桌上。再加上一個變數，美聯儲現在的主席是凱文沃什，新上任，市場對他的反應函數還沒有把握。同一份數據，猜不準他會怎麼反應，這種不確定性本身就會推高期限溢價。至於供給那一邊，8月5日的季度再融資聲明寫得很清楚，這一季發1250億美元，其中3年期580億，10年期420億，30年期250億，用來償還約963億到期的私人持有部位，淨籌約287億新現金。財政部同時表示，未來幾季拍賣規模預計維持不變。注意，維持不變不是好消息。他的意思是，這個量會一直發下去，市場不需要等到發行量暴增才會有反應。只要你相信未來幾年供給穩定的大，你今天就會要求更高的收益率。而拍賣結果已經在告訴你價格了，政府確實還借得到錢，但價錢已經完全不一樣了。這一段的結論是，回購修的是有沒有人願意交易，但拍賣價格告訴我們，現在的問題是要多貴才有人願意接，這是2個不同的病。所以真正要看的驗證點很簡單，回購生效之後，長端收益率是幾天就彈回前高，還是真的站得住？那美國利率這麼高，全球資金不是應該搶着換美元嗎？美元指數現在大約 98.6， 是2個月新低，高息加弱美元，矛盾嗎？不矛盾，因為他們看的是曲線上2個不同的點，短端決定美元匯率主要跟着政策利率預期走。剛才講過，9月加息幾率在下降，加息壓住降溫，美元就少了一個支撐，美元弱在加息壓住退潮，長端決定30年期，那邊反映的是通脹補償和期限溢價，跟美聯儲下個月做什麼關係不大，所以長債西創新高，同時美元走弱不但可以並存，它根本就是短端跟政策，長端跟財政與通脹這條規律最教科書的示範。所以這一句請記住，看美元看短端，看長期資產的估值看長端，用長端的新聞去猜美元方向，你會一直猜錯。現在講回黃金，因為我要用今年的真實走勢戳破一個很貴的錯覺。去美元化這個敘事其實已經講了好幾年，不是2026年才突然出現，只是今年美債、美元和黃金同時波動，市場又把它放大了一次。央行也真的一直在買。那金價呢？今年1月底一度衝上每盎司5500美元以上，創下歷史新高。到6月底又一度跌穿4000美元，從高位回落接近30%。截至8月20日，現貨黃金大約回到4550美元附近，但距離年初高位仍低約20%。
敘事一直是對的，買的人可以虧20%以上。這就是我一直想跟大家講的那件事，你看对方向跟你賺到錢是2件事，中間隔着價位、時機、注碼和你能不能撐得住。黃金確實有2條支撐，美元走弱時用其他貨幣買黃金相對便宜，市場擔心長期購買力時，它是不依賴任何政府負債的資產，但它同時受實質收益率、槓桿平倉、央行買盤、地緣政治還有美元流動性影響。市場一缺現金，投資人連黄金都會賣掉去補保證金，那時候它跌得跟其他東西一樣快。所以請把這句刻進去，黃金是保險，不是彩票。保險的意思是你買它是為了你不希望發生的那種情況，不是為了它明天漲。講到這裡，我想你已經感覺到一件事，今天這條片裡最有用的部分不是任何一個數字，而是怎麼把一個聽起來很順的故事猜到它站不站得住為止。很多散戶不是不努力，是每天看新聞、追熱門、聽名牌，卻沒有一套可以重複使用的判斷方法。漲的時候怕錯過，跌的時候又想不起來自己當初為什麼買。賺錢靠運氣，虧錢不知道問題出在哪。我把這套方法整理成10倍股精華課，免費。裡面講3件事：為什麼很多人選股的次序一開始就做錯？為什麼有人同時懂基本面和技術面，成績還是不理想？以及一個成熟投資者怎樣建立自己的判斷框架。核心是用生意人的角度看一間企業，而不是盯着股價。因為投資最難的從來不是找到一家公司，是你真的看得懂它，然後在市场震盪的時候撐得住。連結在下面資訊欄，免費看。那我們手上的錢怎麼辦？我不會叫你全倉買或全倉賣。真正讓人受傷的從來不是看錯方向，是用太高的槓桿、太長的年期、太集中的部位去承受一個你沒想過的波動。第一道防線，長債不是現金，美國政府到期還你本金，這個風險相對低，但中途的價格會波動，而且波動很大，債息一漲，長債價格就跌。你買的如果是長債 ETF， 這個跌幅直接出現在賬面上，所以短期要用的錢不要放進長債，更加不要借錢買長債，你可能還沒等到利率回落，槓桿已經先把你逼出場。第2道防線，黃金是保險，不是主菜。敘事對，一樣可以虧20%，所以先想清楚它在你資產裡占什麼角色，占多少，再決定買多少。不要用一個晚上的金價決定你全部的配置。還有，如果你平常用港幣、台幣生活，美元資產本身還有匯率風險。第3道防線，先寫下我錯了會看到什麼，這一道最重要，而且它不用花錢，只花5分鐘。在你因為今天這條片做任何決定之前，先在紙上寫2句話。第一句，我認為市場現在看漏了什麼。具體一點，不是美國財政有問題，這件事全世界都知道，已經在價格裡了。要寫的是你認為市場還沒算進去的那一件事。第2句，如果我是錯的，我會先看到什麼？寫下一個具體的可以觀察到的現象。我自己这次寫的是這樣，我認為市場看漏的是，這一波不是美國的信用事件，是全球長期資金定價的重設，所以連日本和英國都跑不掉。那我錯在哪？會知道，如果接下來幾周只有美國長端在惡化，而日本和英國的長端穩住甚至回落，那我的判斷就是錯的。這確實是美國自己的問題，我要整個重來。你看到差別了嗎？我沒有寫跌到多少我就走，價格本身不是理由，我寫的是我那個看法本身怎麼樣才算被證明是錯的。這件事你今天就可以做，而且它會在未來某一次替你省下很多錢。接下來幾個星期我會盯這4個訊號，你也可以自己盯。第一，回購9月9日生效之後，長端收益率是站得住，還是幾天就彈回前高？第2，日本和英國的長端是跟着美國一起走，還是開始分家？這條直接驗證我今天的判斷對不對？第3，接下來的長債拍賣得標倍數和尾差有沒有繼續惡化？第4，美元和長債收益率的關係是回到高息等於強美元，還是繼續分家？這4條裡面，第2條是我自己的認錯條件，如果它成立，我下一條片
會直接講我哪裡想錯了。留言區想聽你的，你認為這一波是全球長錢重新定價，還是美國財政被重新定價？前者請留言全球，後者請留言美國，我會挑幾個講得有道理的，在下一條篇裡回應。最後提醒一句，市場最危險的時候，通常不是價格已經跌下來，而是所有人都覺得風險不可能發生的時候。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对你有幫助，請記得按讚、分享、訂閱我們的頻道，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，因為我會把複雜的經濟和投資理論簡單化的講給你聽，讓你更容易的吸收。我們下期再見。